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inese learning channel. In today's lesson, we'll explore 3 important HSK2 grammar structures that will help you build clearer and more natural Chinese sentences. We'll learn how to use 这 to describe ongoing actions, how the 是的 structure emphasizes details, and how wrong works in pivotal sentences. Let's get started. 你有没有遇过一种情况，就是当你在学习一门外语的时候，让你觉得最有成就感、最过瘾的瞬间？通常那种瞬间往往不是你死背硬记下了几千个单字，对吧？对，也不是你终于考过了某个什么语言检定，而是某个极其平常的下午，你突然搞懂了某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文法枢纽。没错，就是在那个瞬间，你脑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咔的一声，就是接上了。真的诶，接上了之后，你说出来的话突然就有了灵魂，语气瞬间变得非常道地又自然。今天我们就要为你再来一趟这样的语言探索旅程。这真的是语言学习里最迷人的部分。没错，在今天的深入探讨中，我们要像朋友在咖啡厅聊天一样，陪你一起来拆解3个超级实用，绝对能让你的中文表达能力瞬间升级。这几个结构大约是大家熟知的 HSK 第2级程度，也就是从初阶迈向中阶的关键。虽然听起来是初阶到中阶，但大家千万别小看它们。我们会带你从最表层的意思一路往下挖，去看看这些字词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母语人士逻辑。其实很多学习者会觉得文法很枯燥，好像就只是一堆死板的规则嘛。但如果你换个角度看，这些看似简单的字，其实是中文这部庞大机器里非常精密而且不可或缺的齿轮。齿轮这个比喻蛮好的诶。对啊，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在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他们传达了事件发生的状态，说话者当下心里的焦点所在，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哇，状态、焦点、互动关系，当你掌握了这些齿轮的运作方式，你就不再只是在拼凑单字了，而是真正拥有了中文的语感。完全正确。这听起来真的蛮让人期待的。所以，请准备好你的好奇心。今天我们的3大主角分别是能让时间暂停，或者精准呈现动作姿态的拙，化身案发现场名侦探，专门用来厘清事实的是的句型。最后还有能引发人际关系骨牌效应的让。阵容蛮坚强的。超坚强。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这个拙字开始聊起。很多时候我们刚开始学中文，看到这个字的第一反应就是它代表状态的持续，或者是动作正在进行中。对，就好像你在句尾按下了一个暂停键或是录影键一样。这个暂停键的比喻很生动耶。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你会发现这个字的出镜率实在太高了，随处可见。比如说，当别人敲你的门，问你有什么事吗？如果你手边刚好有一堆工作处理不完，一个外国人可能会说我很忙。这句文法完全没错。对，没错。但一个母语人士通常会很自然地回一句我正忙着呢。没错。或者当你邀请朋友进门，你不会只说门开，你会说门开着呢，请进。单单加上一个拙字，就把那个门处于敞开状态的画面非常立体的定格在听话者的脑海中了。也就是说，他给了听话者一个很明确的视觉暗示，把对方直接拉进了你当下的情境里。我们再来想象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场景，大家想象一下，一个男人正手握方向盘在市区穿梭，这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接起电话，对着电话那头说：“我等一下跟你说，我正开着车呢。”然后朋友回他：“好的，再见。”这个情境很真实哦，在这个情境里加上这个拙，其实不只是在描述一个动作而已。哦，那它还代表什么？它更像是在释放一种强烈的讯号，这正是语言细致的地方。你想想，为什么他不直接说我在开车就好？因为我在开车听起来比较像是在报告一件事情。对，我在开车只是一个客观事实的陈述，
但当他说我正开着车呢，他其实是在告诉对方我现在的状态不方便深聊，这个动作正在持续占据我的注意力，而且这个状态还没解除。哇，原来背后有这么多潜台词，他等于是把听话者直接拉进了那个狭小的车厢空间里，让对方感受到那个动作的延续性。这就是着作为动态助词最基础的魔力。这样讲就完全通了，他创造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不过，我之前注意到一个蛮有趣的现象，有时候母语人士会把着塞在两个动词中间，像是一个三明治一样。哦，双动词的结构啊。对，比如说他笑着说，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呀？为什么不直接说他笑，然后说？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当者放在两个动作中间的时候，它前面的那个动作就不再是句子里的主要动作了，不是主要动作了，那变成什么？变成了一种方式或状态的描绘。它是用来解释后面的主要动作是如何发生的。换句话说，它就像是给了主要动作一个专属的背景音乐。背景音乐或是姿态设定，这个概念蛮特别的。我们用具体的例子来让大家想象一下，比如刚刚提到的，他笑着说明天见。这里确实有两个动作，一个是笑，一个是说。但这句话的核心焦点其实是说，而笑着则完美地修饰了他说话的姿态。他是用什么样的状态来说话呢？是用面带笑容的状态。加上句之后，整个画面瞬间就有了温度。确实如此。这种句型在日常对话中极度实用，因为它能用最少的字数传达最丰富的画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看到朋友一个人在发呆，出于关心，你问他：“你怎么了？”一个人坐着想什么呢？这里的作者就是他进行想这个动作时的身体状态。朋友可能会回答：“没怎么，我在想公司的一件事情。”透过坐着想这三个字，我们不仅知道他在思考，还仿佛看到了他静止不动、陷入沉思的身影。真的，而且这种用法可以帮我们省去很多冗长生硬的解释。再举个很日常的通勤画面，有一位女士，她非常注重健康，每天都不搭捷运或公车去上班。那她怎么去？走路吗？对，我们如果要向别人描述她的通勤方式，只需要说她每天走着去公司，就这么简单。走加上折，直接交代了前往公司的方式。我们完全不需要长篇大论去解释，她是透过步行的方式前往办公室。那听起来太像机器人了。单靠一个折字夹在中间，就能展现出极具动态感的生动画面。这或许也是中文不喜欢用一大堆副词子句，而偏好用动词来画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学习语言不能只看表面规则。掌握了者的这种用法，你在描述事物的时候，就能从单调的黑白素描升级成全彩立体电影。全彩立体电影这个说法超棒，你等于给了听众一个完整的时空背景。没错，所以这帮我们处理了当下的画面感，还有动作进行的姿态。但问题来了，如果是昨天发生的事呢？时间总会过去的。对呀，我们总不能一直按着暂停键吧？我们一定会遇到需要描述已经结束、成为定局的事情。这时候我们就要切换另一套逻辑了。当事情已经发生，我们的焦点通常就不在动作本身了，焦点转移了。那转移到哪里？在于事件背后的细节。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重点，也就是被你称为案发现场名侦探的是的句型。名侦探登场了，事件早在过去发生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聚光灯打在那个关键人物身上。比如说，你收到了一个超棒的包裹，同事好奇地问你哪来的，你很得意地说，这个礼物是朋友送给我的。在这个情境下，礼物已经送达了，这是一个既定事实。所以这句话的核心焦点完全放在朋友身上。对，或者当你听到一个八卦，你震惊地问，这件事是谁告诉你的？同样的，事情已经被说出来了，你现在要揪出的是那个爆料者。你举的这两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个剧情的功能，但我们其实可以再往深挖一点。好啊，
怎么挖？想想看，为什么中文母语人士这么依赖这个句型？在很多西方语言中，可能只要用一个过去式就解决了。对，加个 SD 或者变换一下动词形态就好了。但在中文这样一个高度依赖语境，而且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文化里，是谁促成了这个结果，往往比动作本身更重要。所以我们使用是的时候，其实是在预设一个前提。什么前提？预设听话者已经知道这件事发生了，我们现在要厘清的是功劳归属、责任分摊，或是寻找源头。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在报告一个事实，而是在管理事实背后的人际网络。管理人际网络这说法蛮精准的，它就像是一个引导视线的放大镜，强迫听者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做出动作的主角身上。完全正确。这让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日常情境，我们带着大家玩一个看图辨真伪的脑内小游戏。你想想看这个画面，你走进房间，看到一只小猫正心满意足地舔着嘴巴，旁边盘子里的鱼只剩下骨头了。案发现场出现了。这时候，如果旁边有人说鱼是小猫吃的，站在侦探的角度，这个推论完全正确，精准地指认了犯人。是的，鱼被吃掉是已知结果，聚光灯打在小猫身上，合情合理。但如果你走进厨房，看到一位老奶奶正满头大汗地在瓦斯炉前炒菜，锅子里正冒着香气，结果旁边的爸爸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他说什么？他说今天的午餐是我做的。你听到立刻就会觉得蛮扯的，对吧？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会立刻反驳他。对，你会立刻跳出来说：少来了，爸爸别想抢功劳，这顿午餐明明是奶奶做的。哈哈，当场戳破。你看，透过这种生活中的小摩擦，我们就能深刻体会到，当我们需要厘清事实或是确认功劳归属的时候，这个句型会第一时间从母语人士的嘴里冒出来。它真的是用来寻找真相的利器。确实如此，这也反映了中文沟通中一种非常直接的策略。我们用一个框架，把最重要的资讯框起来，不容许任何模糊地带。搞懂了代表状态的者，也学会了揪出真相的是的。现在我们要进入今天最后一个重头戏了。最后一个齿轮。这个字不只是一个单字，我之前查资料的时候，看到它在文法界有一个专属的名称，叫做尖语句。哇，尖语句。老实说，这听起来超像大学中文系的期末考题耶，给人一种很难亲近、很有距离感的感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很多语法术语确实听起来很吓人，但我们如果用白话文来拆解，其实非常直觉。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语言里的接力赛。接力赛？对，或者是一场完美的骨牌效应。所谓的尖语，其实就是一句话里面塞了2个动作，而在这2个动作中间的人，他就像一个煎了2份叉的夹心饼干。煎了2份叉的夹心饼干，愿闻其详。简单来说，这个中间人拥有双重身份。对于前面那个人来说，他是动作的接收者，但对于后面的动作来说，他又是执行者。他就像是推动整件事情发展的中继站。没错，他把前一个人的意志转化为后续的实际行动。而在中文里，最常被用来启动这个骨牌效应的字就是让。让。好，我来帮大家把这个骨牌的结构具象化一下。它的基本公式是这样子的。A 让 B 做某件事，第一张骨牌推倒第二张，第二张再推倒第三张，逻辑很清晰。我们来看一个最常见的日常情境：你迟到了，匆匆忙忙赶到聚会，你充满歉意地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在这个句子里，我虽然省略了，但我发出了让这个动作，而你是接受这个动作的倒霉鬼。可以这么说。但同时，你也是实际去执行等了这么长时间的主角，这就是双重身份的完美体现。真的耶！我们再看另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要表达医生的医嘱，或者公司的人事命令，中文是怎么处理的？比如，医生让我多喝水。在这句话里，医生推了第一张骨牌，发出了指令。接下来，我是那个接受指令的人，也就是夹心饼干。接着，我去执行
多喝水这个第二张骨牌。没错，同样的逻辑，如果我们要表达公司派他去中国工作，外国人可能会脑袋转不过来，想说要用哪个动词才对，要怎么翻英文里面那个 make someone do something 这种复杂的结构。但在中文里，我们只要套用这个骨牌逻辑，一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只要把人物和动作摆进去就好了。指令发出者是谁？公司核心枢纽是让，被指派的中间人是他，最后他要执行的动作是去中国工作。整话串起来就是公司让他去中国工作，一句话顺理成章，完全没有累赘。这就是中文的魅力所在。我们不需要用到复杂的子句，也不需要改变动词的形态，一个让字加上巧妙的位置安排，就把发号施令的人、接受指令的人，还有最终的具体行动，完美的串联在一起了。他把复杂的人际推动力与权力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简洁高效。是的，一气呵成。嚯！今天这一趟探索旅程真的充满了原来如此的时刻。我们跟着大家一起回顾了3大法宝。首先，我们从着学会了如何让时间暂停，给动作加上生动的背景与姿态，像是笑着说，走着去，把画面变立体了。接着，我们化身名侦探，用是的这个聚光灯句型，精准揪出已经发生之事的幕后主角，确立了这顿午餐是奶奶做的，找出了真相。最后，我们透过让这个字，理解了中文里描述人际推动力与骨牌效应的巧妙结构。原来这些不是死板的规则，而是帮助我们看懂中文母语人士如何感受世界的工具。既然你提到了感受世界的方式，这里有一个更宏观的想法，很值得大家去深思。哦，是什么样的想法？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中文如何仅仅用一个单音节的字，像是着，或者是让，或者是一个看起来极度简约的框架，像是是的，就能瞬间改变整句话的时空背景与逻辑维度。对，不用背一堆时态变化。没错，相较于许多西方语言需要动用到复杂的时态变化，或者是冗长的关系子句来表达相同的意思，中文在这里展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模组化智慧。模组化，这就像是玩乐高积木一样，你不需要去改变积木本身的形状，我们没有动词变化，没有过去式或未来式的字尾，你只需要改变这些积木排列组合的位置，或者插入一块特定的功能积木，就能创造出截然不同的意义与情境。哇，把中文比喻成模组化的乐高积木，这个观点真的太有启发性了。不需要改变本体，只要改变结构。这其实反映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语言哲学。这绝对是一个值得大家慢慢体会的好问题。所以，下次当你听到别人说中文，或者你正在看一部精彩的台剧或华语电影的时候，试着把你的耳朵打开，去捕捉这些藏在对话里的隐形关节，听听看他们是怎么用这些齿轮的。对，想一想，当母语人士在不自觉地使用这些简洁的结构来表达如此复杂的人际互动与时间状态时，这是不是也悄悄地反映了华人文化中那种特别重视状态感知与人际连结的底层思维模式呢？这真的是语言学习到最后最有趣的回馈。没错，希望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些全新视角，能让你的中文学习之路变得更有趣。带着这些新发现，继续在你专属的语言世界里紧进探索吧。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下次见。下次见。 Great job finishing today's lesson. If you found this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to support more structured Chinese learning content. You can also turn on notifications so you won't miss future grammar lessons. If you'd like personalized guidance, you can book a trial lesson through the Preply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n the next lesson, we'll learn comparison sentences using be and 2 very common question patterns in Chinese: yes/no questions and a not a questions. See you next time.